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和侯明昊组成的斗嘴 CP， 让逍遥这部剧意外成为最反套路的黑马剧集。逍遥打破仙侠剧传统套路，谭松韵和侯明昊组成的斗嘴 CP 全程不谈恋爱，只顾找泉水，意外成为今年最反套路的黑马剧集。剧中谭松韵一人分饰两角，从江湖才迷到冷艳公主无缝切换。侯明昊的银发妖王造型被网友封为战损美学天花板，连客串的赵丽颖也化身反派，悬念拉满。央视8套这次甩出的逍遥，彻底把仙侠剧的套路掀了个底朝天。别人家的仙侠剧都在三生三世虐恋情深，这部剧偏不按常理出牌。谭松韵演的逍遥和侯明昊演的红叶，从第1集开始就忙着互对找神权，谈情说爱，根本没空。故事的从100年前那场惊天婚礼说起。灵族领袖红叶本想和人族公主宁安联姻化解恩怨，结果大婚当天直接被新娘一刀送走。100年后，谭松韵换了个身份，变成江湖小财迷逍遥，闯进封印的一脚踹醒红叶。按常规该是虐恋开场，但这俩见面就掐，红叶冷着脸威胁再靠近让你魂飞魄散，逍遥直接叉腰回对仙君你命里缺我，人设更是反差拉满。侯明昊的妖王红叶顶着银发战损装，表面是仙界咸鱼只想躺平，实则背负全族命运。谭松韵的逍遥却像打了鸡血的考工人，闯9重天偷仙气，混蟠桃会刷资历，活脱脱把修仙界当成职场来卷。这对组合被迫组团寻找能实现愿望的玉里泉，一个为复兴灵族，一个为保命赚钱，路上还得顺手破案。长安狐仙索命，洛阳纸人夜行，案件环环相扣。谭松韵这次一人分饰两角的演技直接封神。演逍遥时是马尾一扎满街窜的野丫头，见到银子眼睛发光，切换成宁安公主瞬间气场全开。婚礼上刺杀红叶的那个决绝眼神，让人脊背发凉。侯明昊也没掉链子，妖王觉醒时赤瞳微闪的邪魅，被逍遥对到无语时嘴角抽搐的微表情，把口嫌体正直演得活灵活现。剧组在制作上更是毫无人性，导演徐纪周带着长安12时辰的美术团队，在横店砸3亿搭出5万平米的万妖谷，瀑布书房里藏书千卷，蟠桃会现场直接复原敦煌壁画，特效更是请来流浪地球2团队，全息投影打造的万妖朝拜大典，妖众铺天盖地跪拜的场面震撼到让人起鸡皮疙瘩。更惊喜的是赵丽颖的客串，虽然官方把她的角色保密到家，但路透里她一袭黑金雨衣，血统冷眸，仅一个抬眼就让弹幕炸锅。据说她演的神秘反派在第30集才上线，直接主导神犬血祭终极大战，这隐藏王牌妥妥拉满悬念值。逍遥的剧本藏着不少深意，玉里泉看似是宝物，实则是欲望化身。红叶从最初执着于靠神权夺权，到后来被逍遥的纯粹打动，悟出力量是枷锁。逍遥半人半灵的血统让他夹在两族之间，却成了打破偏见的关键。这些设定让观众在追剧时不只看个乐子，还能品出点人性挣扎的味道。从目前释出的片段看，红叶和逍遥的互动堂里带刀。预告片里有逍遥手持匕首刺向红叶心脏的闪回镜头，配着年轮 BGM 直接把虐度拉满。而两人寻找昆仑镜碎片时，红叶下意识替逍遥挡下攻击的细节，又暗藏未说出口的深情。这部剧的服化道也充满巧思。侯明昊的妖王造型，战损妆面裂痕如冰纹，眼尾鳞片随光线变色。谭松韵的服饰从人间的粗布麻衣到灵界的流光纱裙，暗示着角色身份的转换。就连道具中的昆仑镜碎片都暗藏地图线索，
每处细节都经得起特写镜头考验。逍遥用找神拳的主线串起冒险成长、族群纷争和人性探讨，让仙侠剧终于不再是恋爱脑的天下。当别的剧还在撒工业糖精时，他已经让主角边护队边搞事业，顺便把东方美学和哲学思考塞进每个镜头里。2. 央视8套大营逍遥谭松韵逗乐侯明昊仙侠不虐练成爆款。开篇悬念抛出，一部被央视8套点名播出的古装奇幻剧，为何把修行路拍成了脱口秀现场，竟然让传统粉丝和路人观众都开始争论剧本本质。官宣画面亮相后，主要冲突来自2位主演的化学反应。谭松韵饰演的逍遥以机智反讽拆解一切，侯明昊扮演的银发灵君表面高冷，实则频频被挑衅。台词中那句再瞎掺和，信不信我让你魂飞魄散？接上逍遥的回怼，巧了不是？你这命里啊，就缺我这么个专门拆台的种。成为预告的高能瞬间。叙事风格走向有意脱离惯常苦情路线，剧作把权谋搬到冒险语境中处理，半灵血脉的身份焦虑以日常互动形式呈现，情绪既有轻松的互怼，也保留了角色内里的挣扎，观感因此更贴近现代观众的体验。制作团队是这出戏的另一个看点，徐纪周担任导演，九路飞香参与编剧，美术设计借鉴敦煌元素，蟠桃会场景以壁画色彩为灵感打造，镜头与色彩处理让画面既古朴又具现代感。九重天的空间感利用光效与层次制造了强烈沉浸感。角色弧线中，红叶从复仇工具人逐步走向释怀，这种成长线减少对单一情感的依赖，带来更立体的人物体量。此设定对比以往以恋情或宿命束缚为主的仙侠人物，呈现出不同的观剧满足感。社交平台反应已表现出双向拉扯，年轻群体热衷于角色间的互对梗和快节奏笑点，传统剧迷则批评情感厚度被削弱。行业观察者指出，国家级频道的放映为作品带来更广覆盖率，包括电视端的稳固受众与在线平台的短视频传播两端效应。关于受众数据方面，传播效应体现在话题传播速度上，相关讨论在多个社交渠道迅速发酵，弹幕与短评里互对伴灵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反映出观众对新鲜叙事模式的及时反馈与参与感。存在的争议不可忽视，部分评论指向节奏把控与情感层次，若笑点占比过高，深度戏码可能被压缩。支持者则认为轻幽默是拉近门槛的有效方式，能够把修仙观众拓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从行业角度评估，这类走心又不乏轻松元素的作品具备成为黑马的潜力，但能否稳固评议口碑取决于后续剧情对人物心路的持续投入和制作维持的稳定性。央视平台的背书带来信任门槛，剧情内容需兼顾审美与伦理尺度。幕后花絮显示，设置过程中在场景布置与道具细节上投入明显，服化道团队尝试将敦煌纹样与现代图形语言结合，目标是形成可识别的美学标签，便于后续商业周边开发与视觉记忆点传播。讨论邀请，评论区可选票更偏向热闹互对式的轻快叙事，还是青睐厚重情感的传统叙述？观众偏好将直接影响此类题材的未来走向与行业策略调整。结语回环，这部由央视8套推向主流视野的作品，以解构性的幽默与传统仙侠元素融合，完成一次有益的叙事实验。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收视与口碑是否共振，是否会带动更多同类尝试，以及对古装奇幻类型叙事范式的长期影响。